好，从今天开始给大家更新一个新的合集啊，就是各类型鱼竿的设计。今天讲野钓鲫鱼竿的设计啊，野钓鲫鱼竿肯定就是钓小鱼了啊，钓小鱼就要用特别小的子线，对吧？大家都是这个需求嘛。那它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护线，护线很重要的两个点是，一个是要细，第二个呢是要轻。为什么轻且细会护线呢？第一个呢就是刺鱼，第二是溜鱼啊，就这两个点呗，对吧？刺鱼的瞬间呢会对，就是你抬杆刺鱼的瞬间会对子线产生一个拉拽力的。鱼竿细呢所迸发出来这个拉拽力就小啊，鱼竿轻呢它迸发的拉拽力也小，就单位面积内的碳纤维含量少嘛，所以轻且细的鱼竿呢会刺鱼护线。第二呢是溜鱼，溜鱼的鱼会挣扎，那不挣扎呢是冰冻的什么什么鱼啊。鱼挣扎的时候呢，线会松，鱼竿会发力把线给拽直了啊。对于子线的拉拽力小，它也不太容易切线啊，就护线。讲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有人说拉拽力小不跑鱼吗？拉拽力小不代表它拉拽速度慢。高碳的拉拽速度快呀，你刺鱼的时候，你抬杆刺鱼，它这个力量往前传导速度快，对给鱼的反应时间就少，它就不容易跑鱼。溜鱼的时候线会松，高碳的更快的把线给拉直了，就不容易跑鱼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并系鱼竿的一些问题哈。并系的特点呢，就是锥度特别小，小到不能震出，因为震出竿是需要一节一节套进去的，如果它小到套不进去了，那就只能去做并系了啊，只能去做插节了。这就是为什么并系还有人在用的原因，就是同样碳不吨位下，同样重量下，并系和震出对比，并系是绝对比震出杆子更护线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就是竿梢长短的问题啊，因为我上一个合集里边讲过啊，如果一个鲫鱼竿的竿梢特别短，它就肯定不护线，就是那种收缩长特别长的，它把长度留给竿梢，竿梢就特别短，杆子抖着硬，实际不硬的那种杆子，就特别长的5节的4.5米的鲫鱼竿，就竿梢因为是刺鱼节，如果竿梢特别短，你抬杆刺鱼的时候，这个刺鱼的力量就会从完全竿梢节变成了竿梢的全部和2号的一部分，而2号的强度和粗细都会比竿梢大啊，对吧？你刺鱼的力量就会变大，就我前面说的，它就不护线了。所以大家去看好的鲫鱼竿或者好的竞技竿，几千块钱的竞技竿，它们5节4.5米的收缩长都是特别短的，有的甚至短到只有1米，就是要把足够的长度留给前面小节，这样的话鱼竿就会更护线了。因为打比赛的鱼竿呢，它需要用更小的线组，因为同一个人用嘛，啊，对吧？鱼竿能给它补充一些护线方面的一些东西嘛。我能想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哈。如果大家有更多疑问啊，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完了我再给大家补充，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没讲全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鲫鱼竿哈，斗魂鲫4.5米以下的水平高的钓友啊，子线甚至可以用到0.1的啊，3.6米的56克，4.5米啊，3.9米的62克，4.5米的72克，5.4米的96克啊。虽然这个不是顶级鲫鱼竿啊，因为顶级鲫鱼竿是并系啊，也算震出鲫鱼竿里边的第一梯队了啊，价格几百块钱，大家感兴趣可以到我们晴九钓鱼某宝来看这款鱼竿的具体的数据和评价。我们下期再见。